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 Inside Podcast 节目赛枪赛雀，我是 Inside Chris，我是 Inside 的 Mia，我是 Fox。今天又来到我们的恰特辑了。大家好，我回来我了。们欢迎 Chris， 哇吼！其实我只有消失2个礼拜啦。但其实你在去日本之前的前1周你也不在啊。对，我也不在。所以实际上大概有3周直播你应该都不在。对。哎呀，真是大家有想念 Chris 吗？还是觉我觉得得应该没有。有 Jocelyn 在比较好？我觉得应该，如果一般大家听众都会比较喜欢 Jocelyn。我看到蛮多人说 Jocelyn 声音很好听。哦，哇哦，对啊，好吧，嫉妒羡慕，帅学校的。对，那我们来，你就交给年轻人好了。对对对。哇，我靠！所以明年的我们的封面要换了吗？不用等明年哦，我们等一下就换。等一下就发，我们就发设计稿。哎呀，不要这样嘛！我们说到做到，做到。小步快跑。好啦，今天我们要来聊的第一题是黄仁勋。黄仁勋怎么了？黄仁勋昨天晚上，就是昨天的时候被人家发现，昨天还是前天啊？就是野生黄仁勋，昨天还是前天？昨天是跟广达吃饭，然后请所有人吃饭，好像是这个梗。对，我有瞄到一眼啊。对，前天是呢，他野生黄仁勋在宁夏夜市被人家目击，他又跑去逛夜市了。而且还大方的跟摊商做合照，然后大家那时候就猜说，这次黄仁勋到底又要来台湾做什么事情？那果不其然，很多人都在猜他会帮今天登场的鸿海科技日站台。果不其然，他今天就出场了。我其实原本他在之前的 schedule 上面，黄仁勋的 schedule 上面原本应该是16号、17号，好像是在以色列。原本要去以色列，结果因为以巴战争爆发了，所以他就临时间就取消了，所以他才能够在台湾逛夜市。这是我的解读啦，这是我的解读。我记得他原本好像16、17是在以色列，而且是他们的某种NVIDIA 的重大的 gathering， 然后后来说取消了，那所以他在台湾逛夜市，这是个人片段的解读。对，那这一次，那刚刚不能说刚刚上半场结束的鸿海科技日嘛，那他首先就是鸿海董事长刘扬伟，然后开着他们最新的还没有量产，这是最新的 Model B， 然后跟 Model B 听起来不太对劲。Model B， 因为其他的型号都被特斯拉注册了嘛，那鸿海做的车而且那反正也是原型车，那基本上他们正式试售也不会叫 Model 什么。你看 Luxgen 的 N7， 它最后也不是叫 Model C。总之呢 ，Model 他就开着 Model B， 然后载着黄仁勋登场了。那很多媒体都有报这一段，就是说黄仁勋称赞 Model B 非常漂亮，很适合情侣或者是年轻的夫妻来开。年轻的夫妻是什么概念？就适合小家庭，这小的吧？对，我还没看，我本来想说晚一点再看是什么内容。不过讲到这个，你讲纳智捷前几天，这个100万左右的那一台车是N7，其实就是这里，其实也是过去7天里面发生的事情。是的，他那个网站里面进去长得跟特斯拉一模一样啊。我那天好奇，我就点我不知道干嘛，我就点进去预购的网页，然后就点，因为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现在网站可以上了，然后已经是远离了一开始开放预购的时间，所以已经不塞車了。然后我就进去之后呢，我就看这不就是这个复刻版的这个特斯拉的网页？然后因为原本的特斯拉你其实选配的东西就不多了，因为比如说你选 Model Y 或 Model 3进去，你只是选颜色，然后选一下内装，然后选一下全自动驾驶选配，没了，几乎就没了。这样特斯拉选项已经够少了，就纳智捷这一台进去选项更少，根本没有选项，它就是选，我记得是说选价格3个车款，就等于是价格了，然后跟颜色。然后就没了，对，3种组成，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选，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网页真的是极简风，聊胜于无啊，就是只有几页可以选，然后就没了。所以这是我
对于这件事情的最大的印象。那anyway 好，这是我们又把题给带歪了。不会啦，那就讲到 Model C， 那讲到 Model B 就会提到一下 Model C 嘛，对啊。所以原来这还叫 Model C， 但是它的车架啦，它的那一个平台叫 Model C， 但是正式给 Luxgen 卖的就叫做 N7。对，那鸿海不是这一次那除了 Model B 以外，那它还有端出非常多的车子。那有点忘记 Model V 还有 Model T， 那有点忘，那刚一瞬间有点忘。但总之呢，除了一般的 Model B 以外，那也有推出所谓的物流车。物流车，对，物流专用的发财车啊，载货的，okay. 物流车就是后面的那卡车，OK， 对，卡车，那还有蛮多各式各样的车型。那之前也有发，那 Model T 是公车，对，公车，我记得好像是高雄市还是哪里已经买了，而且已经上路了，而且也是这1个月的事的样子。对。那像去年鸿海科技日的时候，那 Model T 甚至已经有让大家直接上去试乘。那像你有上去吗？我没有，但我有在外面看。那在怎么不上车？怎么不上车？今年 Computex 也有让大家做试乘啦。那鸿海有提供 Model T， 然后算是短期的让大家试乘一下，那试试看说，台湾自己造的电动公车到底是什么样子？对，那你觉得是什么样子？我没有搭啦，所以那看但你有看啊？外观看起来就跟一般的公车那个做起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啊，昨天我在听这个硅谷101，就是一个在矽谷，他们叫硅谷嘛，他们的一个节目，那是中国那边的人制作的，只是说刚好昨天那一集，前天这一集在介绍中国的各种的电动车的出海。然后跟他们在中国因为内卷，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微创新，比如说，我们现在习惯电动车其实是一个萤幕的，就是中间有一颗。那他们说他们现在卷到就是副驾有一颗，然后后面也有一大颗，就是有很多颗萤幕就对了。然后他们就是讲说，他们当然，我觉得整个节目都在吹他们电动车多么的卷，然后非常的就是因为卷，所以有很多奇怪的创新，比如说他们的车厂现在电动车车厂开始造手机，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苹果或者是安卓会很多限制，所以这些车子呢，好像是吉利吧，吉利汽车，他买了之前的另外一个，我忘记手机，也是我觉得很有名的手机厂，类似像锤子这一种的，但不是锤子啊，就其他家的手机，然后把它买了下来，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手机跟车子一起造。其他家也都一样。那现在也说小米要做电动车嘛，所以小米本身自己也会做手机，所以在这一块他们上面似乎想要2个一起整合，一起打通。然后他们也讲了一个是魅族，他买魅族 ，OK，是吉利买的魅族。吉利汽车其实本身底下还有什么 Polestar， 也是一个电动车品牌。对。然后它本身也有 Volvo。所以实际上有很多我们以为是国外的牌子，其实是吉利汽车没错而且还要补充一下，吉利汽车，吉利它拥有宾士的30%几的股份。哇哦，对，所以你看中国车企还是车企，我们讲中国车企的时候，所以中国车企的时候呢，必须得记得，就是说他们其实不能讲偷偷，他们就是收购非常多。国外这些欧洲车厂的股份，那这会影响到蛮多事情的，所以他们也透过这些方式去做一些比赛，比如说他们说应该是 Volvo 某个牌子，那他们就是要做电动的品牌，应该是 Volvo， 然后他们就分隔了 A、B team，A team 在中国，B team 在欧洲北欧，然后他们说其实中国那边的 team 已经交出了东西来，但是欧洲的可能还在做，但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中国的强项嘛，对，超卷你讲的应该就是 Polestar 这件事，就是 Polestar， 就是 Polestar， 对。然后他们也讲了一个，就是说，欧洲的人无法认同，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小鹏还是蔚来，他们会有一台在你的仪表盘上面会有一个机器人，坐在上面跟你讲话。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在中国的电动车，然后它在仪表盘上面会有一个小机器人，然后看着你跟你讲话。哇，好可怕！你可以跟他沟通，好像报税小精灵哦。拍的。然后我以前有看过这东西，但我也没有觉得很 creepy。我觉得有点 creepy，有点奇怪啦。那果然他们现在在欧洲的时候，他们就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奇妙生物，奇怪坐在那边就很就是 creepy， 很不舒服。那显然那可能也有隐私问题。虽然特斯拉也他妈也是有个摄影机在那边，只是他没有摆出来有个人像在那里。对啊，对，所以就是一个感觉上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支付，就是说中国的车子里面他们会放支付宝，就是你可以里面叫外卖，就是叫外卖到你车子所在的地方，他们就在车上做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北欧的人可能，欧洲的人可能殊难想象，觉得这莫名其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车上能够买票，能够叫外卖，然后我猜测可能还有类似像 ETC 的东西，但 ETC 对我们来讲也是合理的啦。那可只是说他们就在里面，在这些车子里面就装了一狗票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中国这个专家他就就是很自豪说，我们中国做了这么多的电动车微创新，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过去一直在讲说他们的自动导航很厉害，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应该是光达之类的，然后还有加上了高清地图。那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为高清地图你显然就是一直要有更新，这可能没办法那么长更新。只要那还有一些偏远地区，你当然热闹的地方你要更新比较简单，你只要稍微偏远一点，你就没办法一直用很高清的地图更新，你的自动导航就会出问题。所以他们现在也就是一种挣扎啦，就是也是在想说，到底是不是我们要 adopt 特斯拉路线，就是纯粹是用视觉去解决。那我觉得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应该跟蛮多车线或者说跟朋友在聊，尤其是 Fast 刚才提到比如说吉利买了魅族或者说小米造车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个补充就是，蛮多人都认为中国电动车企在这一波，其实他们最大的假想敌也不是特斯拉，是 Apple Car。对，一个对啊，对，未推出产品，就是你可以想象嘛，因为像现在这种中国电动车的微创新，那它现在看起来就是等于是把电动车真的是当一台大3C 平板一台电脑的东西，然后我们那个不是只有娱乐系统，你连什么外卖都可以塞上去。那他已经开始在充分塞上去了，就是充分开始想要把这件事情塞在上面。但是 Apple Car 到时候如果推出来，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会啊，没有。所以他们的重点就在于说，他们后来发觉这件事情，手机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对，那他们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买了魅族或者是其他的车厂自己开始做手机，只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么激的？不知道，所以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其实在想在鸿海这边，其实我们其实是有代差的，因为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尤其我昨天听这件事情，那因为中国现在的确走了太前面了，那太前面的结果就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我们没有思考过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我们是不是要追非常的遥远才能够追到新的？对，这是我。那他们现在，比如说，那 Model B 有什么特色啊？刚刚有讲什么东西吗 ？Model B 其实 Model B 在这一次的节目里当然有新增一些，但是思维真的还是没有像中国车企这么跳脱。就比如说 Model B，今年鸿华先进总经理也有出来说，其实 Model B 去年就有发表原型了，到了今年可能只是听了市场意见，外观很漂亮，不要动，然后多了一个4驱版本，还是很专注在车子本身这件事情。软体应用其实对程度来说，对鸿海来说，那是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他们的事情，原因是因为鸿海的商业模式毕竟是先把一台车做好原型，然后让别人挂牌卖。可是我记得他。这是我的粗浅的印象，就是说它应该是要整包的 solution 包含软体一起都做提供，而不是只有硬体架构。没错，可是像为那个整包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Last 好了，那到底要不要有这些软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 Last 自己决定的。对，
那鸿海的商业模式一直都说真的，就连电动车这件事情都还是很代工。他做了这么多车型，有 Model B、Model C、Model H、Model T， 然后到 Model V 是皮卡，全部都是先做好了一个原型，然后让某一间客户，也许是其他电动车新创，也许是其他牌子，马上看到这台车，我只要修改我要的部分，买你的，然后我就帮你代工制造。可是又好像不是这样你看一堆他投资的这些公司，后来都跟他闹翻了嘛。对吧？这是最近的我记得有2-3家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原本他投资的，虽然我都不记得名字啊，那有，然后就是他就倒掉了，或者是无法出货，无法干嘛，他们也不是买他的单啊，就是看起来也是就是直接买，就是对方是有点忘记是哪一间，anyway， 对反正就是倒了，然后鸿海就是在收购别人厂，那甚至是想要把别人的工厂直接收购下来，那中间其实有发生一些纠纷。对，所以看起来在电动车这边其实没有非常的顺利。所以有一说啦，就是鸿海要办 NIH 要做这么大张旗鼓，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接 Apple Car 的单。对。技术展示卡个位，然后卡个位，然后 Apple 如果发现自己造不来，因为 Apple 之前江湖一直传言，江湖传言真的都只是传闻。Apple Car 就是 Apple 一直在找像现代这样子的做代工。找到了，美国那家车厂叫做 Lordstown。Lordstown， 完全不记得这名字。反正它也是一个电动车新创啊。是 OK， 而且有挂牌。不是好，不是那这样黄仁勋今天到底有在干嘛？好，也拉回来了，终于拉回来了。突然想起来了，黄仁勋今天呢，我觉得他没有做什么太多新的事情。那有一个讲说，他只有很粗浅讲说，我要跟鸿海一起盖 AI 工厂。可是这个工厂要 base 在哪里有多大，什么都没有明讲。然后他就开始在讲一个他平常在 GTC 上很常讲的话，就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AI 时代啦，半导体多重要啦，传教一下没了。OK， 对，所以这是到目前的行程。那黄仁勋本身他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行程还不知道。OK， 对，最近其实黄仁勋有几个影片比如说这一个礼拜有一支在 Acquire Podcast 上面的影片，其实是 Acquire 的2个主持人去采访他，而且我看起来应该是去 NVIDIA 的总部采访他，大概1个多小时的影片。那我大概看了一半啊。那因为之前 Acquire 其实已经做了2集到3集，非常完整在介绍 NVIDIA，他们2个主持人非常的，我感觉上非常的迷黄仁勋，粉丝超粉。然后你看的就是他们2个男的看着黄仁勋，感觉那种冒着粉红泡泡那种感觉，好可怕。然后你就觉得OK， 这是偶像见面会的感觉，开一个 podcast 当追星。对。但那一集他们就比如说黄仁勋可能会讲比较多历史有关的东西啦。那再往前面呢，我是剪了一支大概在4-5个月前，黄仁勋在接受一个 AI 公司的 CEO 的采访，那也是聊了大概1个多小时。那一集我觉得讲的比较多，他在组织啊、领导力上面啊，然后他们怎么想管理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在往之前，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在 NVIDIA 这些大会上面讲的东西，所以这是他近期里面比较常讲。还有一个，他最近在一个美国的一个什么半导体协会上面在聊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讲职涯嘛，他说他不戴手表嘛，就是那一个报道美国都没有报道，原因是因为这个半导体协会是一个华人的半导体协会，而且主要我看起来是台湾人在主导。那他那个是个闭门的，只有2个媒体，一个是中央社，第2个是一个我看起来是矽谷旧金山在地的华语媒体有报道，所以那个影片呢就只有这2个地方有出现，然后不好剪，就是他们拍的其实都没有拍的很好，就是我猜都是记者临时间就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就这样会晃动，然后那个解说很烂的拍，我就觉得我就没劲，但那个是有趣的这个我想大家如果 Google 什么黄仁勋我没戴手表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有类似的一个他心得，所以他现在我觉得是某种这个台湾或者是华人
的科技业领导指标，就是他会讲一堆这种心灵鸡汤，或者是企业管理哲学之类的。上次都来台大做这毕业生演讲了，的确是啊。对对对，所以这是黄仁勋最近比较有趣。那看起来显然今天没有讲什么有趣，今天还是卖膏药。还是大家其实比较想知道他去宁夏夜市吃了什么？对啊，其实对宁夏夜市应该是有人知道吧？不过他有今天应该说在他的场次结束的时候，他有说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晚上夜市见。哦，真的假的？对，晚上夜市见。哇塞，这记者们大家很苦恼哎。要去逛哪一间？不会来基隆吧？应该是也不知道啦，但是去基隆不会有点远吗？哪会远？半个小时就到了。好，这是黄仁勋啊。黄仁勋的部分。对。那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吗？对，下一个。然后下一个我来讲一下，就是比特币啊，也是前天，然后就是突然大涨大跌，大概有到大吗？反正就大概10几%吧。那重点是这个时间段超短的，那引发它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国外有个媒体叫做 Cointelegraph，他直接在 Twitter 上，现在不叫 Twitter， 他直接在 X 上就发了一个快讯，说有一个Bitcoin 的 ETF， 那个叫什么现货的 ETF 呢，获得美国 SEC 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核准，然后就等于是好消息嘛，所以呢，它的价格就瞬间飙涨，结果来到了$29900，然后而且整个就是除了比特币，然后大家比特币是加密货币的那个火车头嘛，所以接下来所有的币都跟着涨，结果没多久呢，就是Cointelegraph 就是删文，对删文，他就说哈哈 just kidding， 然后就删文，然后其他的记者当然看到这个消息就去追嘛，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发出这个申请的公司就是贝莱德公司，他申请ETF 通过，但是其实还在申请中，所以贝莱德自己出来证实说这个消息是假的，还没，对，还在审查，就 SEC 还在审查当中，然后 Cointelegraph 就发了道歉文。但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突然间比较令人瞩目一点点？因为整个加密货币的价格最近都在一个熊市，也就是说，即便是比特币，大概它的价格 range 大概就落在26000到29000之间，然后已经徘徊非常久了，就是可能好几个月都长这个样子。那所以它突然间从26000、27000变到29000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但它现在应该又跌回27000左右了。没错，就回来了。我没有一直追这个价格，不过最近看起来 range 大概就长这样子。就在这边。那另外一个以太币则是因为以太基金会跟这个 Vitalik 好像自己有在卖币，所以有一种零压的感觉，有一种零压的感觉，就是它即便是昨天好像比特币大涨，它也没跟上。然后根据历史来看，以前 Vitalik 卖币的时候，的确就是会跌更深的意思，会跌更深，就是历史上所有历史上很多次，然后大概80%之类，就是都证明了他卖的时机点都很好。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参考值。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比特币这边，他们在期待的是又是依照过去经验，因为比特币的减半周期又快到了，好像又什么倒数什么300天还是400天之类的。那通常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哦，牛市又要在准备当中，又要回来这个循环了。那这一次是不是还是能够维持这个循环？不确定，对，但没有人知道。如果能够知道就 all in 了啊。如果可以预测未来的话，我现在也是亿万富翁。依照币圈过去的习惯跟经验，他们会说哦，减半周期又快到了，请大家这个敬请期待。那这个不是投资建议，这只是一个我们看到的资讯而已。市场风气。不过也有看到一个小趣闻啦，就是前几天大家知道法拉利开始接受比特币买车了这件事吗？买不起，没有不知道，不关我们的事。没有啦，那只是好像讲好玩，就是当法拉利，那就是这个新闻一出的时候，我看到蛮多乡民又在敲那个，尤其是币圈的朋友都在敲碗说，特斯拉赶快再接受比特币付款吧。
哦，对，搞不好他会先先接受狗狗币付款啊。因为当初那上一波那个牛市有一个很大的推力，因为特斯拉在这中间帮了很大一把嘛。我那时候印象很深，最飙最快的时候就是特斯拉当初开放比特币付款。就伊隆马那时候是比较着迷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没有了。我觉得最近没有我觉得最近没有，他没有这个。他的重点现在不是在那里。他重点，而且他现在如果要推，他也不会推比特币，他会推说我要推 X 的支付，那他一定会用什么？而且他又要合法合规，他要做全世界的，所以他会不会再用比特币？我甚表怀疑啦。我也这么觉得。对，然后你看那个原本那个 Jack Dorsey 就是推特原本的创办人，他是比较pro 比特币的，那他现在也不在那了，所以我猜 Twitter 或整件事情不会在这个剧本不会再上演，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对，所以这是比特币的预测，没有预测啦，没有预测。话题，对，市场观察。最近虚拟货币还有什么有趣的话题？好像有啊，陈之浩那是 NFT， 上周你的同学啊，表人家啊，还是你学长？学长。OK。然后说什么不要买 NFT， 就是有很多愚笨的事情，你可以努力的不断做愚笨的事情，努力，但是买 NFT 真的太愚笨了。请不要在那边努力，谢谢。他意思，他前面讲了一堆，然后你最后做出一个 NFT， 那你下次有机会遇到他，问他说啊，到底请问你是不是有买？你买了什么啊？哦，讲到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就是 JPEX， 就是之前台湾出事的交易所，那因为他是从香港来的，香港那边启动了很大的调查嘛。那台湾这边的代言人是陈零九，所以他被检调给传唤以证人的身份。但因为据说他的代言费好像有什么8位数，8位数是1000万吧，所以这个数字过大。那现在我看报道是说，看有没有机会，不是有没有机会，就是有没有可能性是把它从证人变成是被告。我没讲，你讲。没有推测。钓鱼钓到了，哇，这么好钓，对，这样子变成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有可能啊，对。刑事警察局就在旁边，我们去问一下。对，但后面就有声明就讲嘛，哎呀，拜托那个谁都没事了，之前他说 Stake 或什么其他他们都没事了，那这个显然也很难。他只不过就是个单纯代言这样子。不知道，因为在香港他们似乎抓的蛮严重的，这些名人代言等等的，我看起来警方很认真，但台湾好像就慢一步这样的感觉。对，好吧，这个是我一想到这一个比特币有关的消息，哇，对，信手拈来。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聊比如说。还有欢迎光荣归国的那个 Chris 大大。为什么要突然讲？本来不是要讲 Sam Altman 吗？讲 OpenAI，OpenAI 整个略过。对，你略过了。也可以啊。这礼拜有很多跟 AI 有关的事情，其实持续的发生啊。那第一个是上礼拜3，其实在同样上礼拜的今天的这时候。后来就发表了什么 Adobe 的 Firefly，然后它就是他们的这个 AI 艺术的生成的工具，设计类型的，它把它整合在整个修图的流程里面，所以其实算是现在商用上面比较实用的一个 AI 应用啦，生成 AI 应用。没错。而且我试了它的东西之后，就是我可能平常也会用 Midjourney 呢，然后最近是因为Bing 它也有 Bing 的 Creator，然后再加上 OpenAI 也上礼拜大概比较大规模的 roll out 了这个DALL-E 1，然后再加上这个 Firefly， Bing Creator 现在也是DALL-E， 对，就是DALL-E 的，都是DALL-E，就是 OpenAI 系啊。那3个比较起来，其实我觉得Adobe 那个是更好入门的，因为它把很多 style 都内建了。比如说我这是一个乱举例，就是说我要这个印象派，我要漫画风格，我要怎么样的 layer， 我要什么，它就是用选项，那它就是在右边会有一堆可以让你选的风格，然后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然后去让它 clone 这个风格，所以实际上它在预设上面 user interface 上面，我觉得做了更简单，而且它其实是
现在也开始收费了，它一样我没有，因为 Adobe 的收费方式非常的复杂了，那分成很多阶，我只看到的是说一样嘛，你现在产很多图之后，它右上角点数也一直就开始不见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必须是原本某种付费方案，你才有每个月会有足够的点数，但我没有再去研究说，万一我点数用完了怎么办？所以其实他现在收费方式跟其他人的也蛮相似，也蛮相似的，是一样，就是都耗点数、扣点数，只是说因为他原本就有自己的订阅方案，那里面他可能比如说最入门的方案我乱讲199，那它里面每个月就是给你50点，那你50点用完，可能你还要再充加购之类的，不知道。那反正它已经是一个付费而且成熟的东西解决方案，对。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因为它有免费的扣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用比较看看，就是这几个差异在哪里，然后你们会喜欢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会是什么？对，还做出来还是有点不一样。对，你前几天不是有贴了一个那个 AI 生成影片的？那个在你的脸书上，就是一个女生，然后拿着凤梨，那应该是一个我觉得那个还是之前的，就是以图算图啦。以图算图，就是我可能原本就有个美女在海滩上跑来跑去，只是说以前我们在用这一种它其实基底还是用 Stable Diffusion 去以图算图嘛，比如说就是你想要它每一帧都是一张图片，它只是可能有1000张，那1000张它去用这个以图算图算出了另外一个人，就是 Chris 变成 Fox 这种感觉，然后但它以前我们看到是闪烁感很重，因为你每一次产图的时候，它的延续感不好，所以它变成闪烁。它都是重新生一张，所以就会很像一直在闪这样。对，所以它原理是这样子。那它现在应该是把这一个这个克服了，比较克服，就是说你要非常仔细看才会看到那凤梨其实就是不是在变，慢慢的变形中。对，然后或者是你身体忽然间原本有时候有刺青，有时候没刺青，那你才有办法从这边分辨。那同一时间呢，其实除了这个图片之外，我们看到日本应该是御茶园吧，还是反正伊藤忠底下的一个茶品牌，他们现在就在已经在实体的广告上面有一个女生，然后就是用女生当代言人。这很像是以前我们看到什么以动画当代言人，只是那个人长得像真人。对，那这个是在日本其实已经商用，台湾看起来还没有类似的。就是那个台湾最近的话，在讲话就是蛮多的 AI 主播嘛，像明师啊。OK， 那个我觉得差距有点远，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这个我觉得很烂真的这我觉得超烂。这个其实还是那一种AI 感很强烈的生成，没有到比如说那天那个海滩的那么自然。对，就是我还是觉得那有些 AI 感，就是 AI 感只是很像，就是说我们去动整形手术那种感觉，那个塑胶感很重那种感觉，大概是这个方向。很多人都讲都还是韩国脸啦。对，那不就模型的差异？因为这个还是我觉得没有它大部分都还是这样有时候你的脸看起来，我已经觉得是看过某个 AI 生成图的风格，但其实你换不同的模组去训练，不就是不一样的系列？只是大部分人都是用那一套吧。我觉得大部分的模组出来还是不好。就是你少数看得出来比较不像的，你可能要算很久。就是你可能一样嘛，就是1000张里面挑出一张来，可能比较自然的。我觉得现在，但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 recipe 啦，因为他每一个他这个选项可以调。尤其 Stable Diffusion 可以自己弄的地方应该超多。对，所以当然有些人会调的比较棒，但是95%的人其实没有，都是用一些预设的东西去凑出来，或是调的不够好。对，这个是我想最主要的差异。对，但我们其实最终是要讲 OpenAI， 对，在图像上生成卡很久。这个 Chris 讲好了。那个 OpenAI 的部分是最近，特别是在营收面啦。那 OpenAI 最近就 Sam Altman 有出来讲说，他们今年预估今年的年营收可以达到13亿美元，因为他们现在每个月的营收大概已经可以突破1亿美元了，然后他们的估值大概也破了800亿。那美金，这些都是美金。那去年 OpenAI 的年营收只有2800万美金，美金，它是去年只做了2000多万了，那今年预计要做13亿。
13亿，所以它的涨幅非常的大。那只是说他也没讲他有没有赚钱啊。对，还没所以说有即便是这样子，他不知道有没有赚，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整个 AI 的浪潮让他营收大幅增加，年化的营业额大幅的增加。对。现在还没有听说有很明确 OpenAI 是不是需要继续募下一轮的消息啊？因为他要募资的话，他的那个手续，因为他的那个过程，因为牵涉到他有一个，他之前我们有分析过，他的如果要投资他，那一个 turn 会比较复杂，因为它是一间母体还是一间非营利组织嘛。那但是最近 OpenAI 在公司架构还有2个蛮大的动作，一个是之前就有被传出说他要跟苹果的前首席设计师 Jony Ive 合作去推出一个新的 AI 硬体装置，很多人都在猜说那会不会是长得很像一只 AI 挂帅的手机，那这一件不知道。那但是因为 Jony Ive 加入，大家都开始猜说，哇，那是不是一只新的 iPhone？对，有传出这。但是另外一个比较确定就是 OpenAI 现在正在开始思考说自己要打造自己设计，然后可能委托其他人代工来做出自己的 AI 晶片。对，因为现在 AI 晶片实在太短缺，而且现在大部分都是在买 NVIDIA 的。那看到其实现在所有在搞 AI 的大厂商，比如说像 AWS 啦、那个 Google 还有微软，现在都有想办法把自己的部分的运算能力都是用自家设计的晶片去做解决。对，相对来说也可能会更便宜，然后更节省能源一点。但他一样要跟台积电排队啊。对，他们是说，其实是比较难以克服的，因为它排程上他自己设计完之后，他还是得跟台湾这些半导体去做采买，那就要排队。没错，最后台积电 TSMC 获成最大赢家。OK， 那你要讲 TSMC 最近的新闻我们要等一下，我们先把 Open AI 这一题讲，然后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在讲说，刚刚讲。OpenAI 的营收有到达13亿美金，那这个时候他们会拿出来一个 competitor 叫做 Anthropic， anyway 我可能念错，但是反正另外一家Anthropic， 然后 Anthropic 呢，它的营业额，即便它现在估值非常的高，但是它的营业额只有 OpenAI 的1%，所以它好像是说，它反正因为 Google 啊或者一票人都投资它嘛，然后它的估值就是也是爆高，但是它营业额上没有像 OpenAI 涨这么多。那现在的评论是说，因为 OpenAI 很聪明的去建了一个很大的生态系，你看不管是这个微软的或者其他的，其实所有人都是 adopt 这个 OpenAI 的东西，所以它就像是领先的第一名拿走了90%的市场，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状态，剩下给其他人玩。对，那其他人当然就是在后面追，那你造成的营业额就是巨小。现在看起来的市场长这个样子，对。好，那个是这个是 OpenAI， 然后可以 TSMC 了，耶！台积电最近发生什么事？好了 ，TSMC 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本来这几天要法说嘛，那结果就在法说几天前爆发出了，那原本台积电是要在桃园的龙潭进行3期的扩建计划，那其中最让人瞩目就是1.4奈米的新厂，但是这件事情呢，那前几天传出来说，台积电宣布不进驻龙潭了，原因是因为那原本在这个3期扩建计划里面，他们要征收那个园区，那个科学园区要帮他们征收非常大量的土地，那这个扩建计划里面大概有 88% 都需要征收大量私人土地，所以就引起当地的民众反对，然后当地民众就组了自救会来吵这件事情。那因此呢，台积电后来就决定说你园区没有办法帮我搞定这些土地的事情，那我就宣布不进驻龙潭了。此话一出，就造成非常多人就觉得说，就在政治或者说在新闻上就会被批评说，哇，但 Chris 要帮詹尚正还家。
哦，不是啊，他帮桃园市政府，对，桃园这不是桃园市政府的锅。对，一方面这其实不是，是不是他要帮他还家？一方面不好，一方面这的确不是桃园市政府的锅。某种程度上，你真的要讲话，其实是国科会啦，因为科学园区重炮批评国科会，很会下标因为国科会是因为科学园区是国科会负责的，而且龙潭园区其实是竹科管理局，就是其实竹科管理局所负责的。那某种程度上呢，但是话说回来，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当地龙潭的居民真的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被征收的条件，所以就组了自救会自己出来抗议。那没有办法，所以也就导致这件事情破局啦。那很多新闻都在讲说，哇，那个桃园市政府自己选的市长啦，然后龙潭房价要准备崩盘啦，所以就开始在酸桃园了。那很多的县市政府，我要再次强调，台积电进驻的都是科学园区，科学园区属于中央的国科会管，但是你也知道，征收土地这件事情，或者说它可以带来的对地方带来的效益，其实对县市政府来说就是一块大补丸。大补丸，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就在推说，哇，那1.4奈米到底要设哪里？台中吗？还是高雄呢？对，反正还是有个地方要去啦。对，因为1.4奈米是最先进的制程，它不可能去1.4奈米是0.4还是1.4 0.4也跳太快了。1.4是最先进的制程，所以它不可能去台湾以外的地方设厂。是的。我补充一下，我查一下那个刚 AI 那个怎么念 ，anthropic ANTH 什么 ROPIC， 哇，拼音好厉害哦，查字典大师。OK， 好。可是我必须讲，其实台积电不要说，就是因为台积电就这样不理桃园跟龙潭，它本来在龙潭就有设厂。真的？对，它本来就，我刚才讲的，这是3期扩建计划，所以它本来就已经有帮龙潭或者说桃园带来它必要给予龙潭的工作机会了。OK， 对，好 ，OK， 好，我们还有什么？还夹完毕。我们帮你要分享一下你的游记吗？我们现在聊我们现在要进入更 casual 的地方了，就是聊我们 Chris 过去2个礼拜在。我们的社谷办公室工作的一些见闻。Work from Shibuya。哇，真的要讲啊！你有什么心得？你去那边干嘛？其实我要阐明啦，那个我放假。我去2个礼拜，其中我去2个礼拜，其中后面我是放假，就是真的请了就是搭配双十国庆，然后后面也是放假。所以他其实没有进去啊。我有进去1个礼拜，他只有去打卡而已。我有进去好好的工作1个礼拜，去拍照一下。对，然后对，没有，我要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跟 Media 郡合并嘛，那真的顺理成章，那我们现在就是一间跨国集团企业。那Media 郡本身就有在东京以及京都有办公室，那东京呢就是位于涉谷区，那更精确的来讲，它旁边有一个小的电车站叫做神泉。那如果你是从 JR 涉谷站走出来的话，大概还要走个6-7分钟，10来分钟，要爬个坡。但总之，它就是在在涉谷闹区转进去的一个很安静的小巷子里，可是闹中取静，可是跟那个109百货其实很近哦，真的哦，对，跟109百货非常近。那这一次那 Media 郡其实那一整栋大楼里面那个大 Media， 我有点忘记 Media 郡有没有是不是那一栋大楼的持有者了，但是里面除了我记得1-2间有其他公司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是 Media 郡自己的楼层那他们的编辑部散落在3、4楼。那我这一次使用的空间是6楼，6楼等于就是他们的 open， 有点像open space 这样子。那一般来说，所有的员工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使用在那边。他那边，我觉得一走进去啦，就真的很像，但还是
有一些地方的质感有一点点落差，但是走进去就真的很像大家在日剧里面常看到，在媒体公司或者在网络公司那种很fashion的那种感觉，很fashion。我们没有这种感觉，fashion 吗？我不觉得我们 fashion 啊。我们也是没有，网络公司。我是说日剧里面看到日本网络公司，哦日本，我不是指台湾。那当然，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咖啡跟酒吧的一个设计，然后旁边还有小型的图书馆，然后各种 open space， 那所有员工只要愿意都可以在那边工作。然后它甚至还有一种，它不是榻榻米，但是你必须要脱鞋上去，盘腿坐在那边的类似合适的空间，所以整体非常开阔。那它中间那个空间，除了给员工用的话，那它其实还有出租给第三方做一些活动场地。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它那个空间是有音响的。只要没有在活动真的租给别人活动的话，那个音响就是放着轻音lofi 音乐，让你在那边好好办公。我们这边的 open bar 就是马里奥的办公室。讲到 lofi 音乐，我们不是有个新闻在讲说，有2个，第一个是 Apple 推出了自己的 lofi 的音乐，然后这是在哪 YouTube 吗？还是在 Apple Music？有点忘记。反正有推出了一个 Apple 的 lofi 的音乐，如果大家有兴趣 Google 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看到赖清德，对不起，赖清德也有 lofi 的音乐。他很久之前不就弄了赖清德？很久之前是多久以前？就至少比苹果这个新闻还要对，大概是这个一个月内，这1个月以内的事情啊。对，然后也有他们弄了一个 lofi， 就是现在大家很潮的话，就是要弄个 lofi 的。苹果自制 lofi 音乐影片在 YouTube 上架了，时长92分钟，在 Inside 可以看到这篇新闻。对，所以它放在 YouTube 啊，它也不是放在 Apple Music。对啊，真是奇妙哦。OK， 可能觉得台湾人还是比较多人用 YouTube 吧。OK， 好，那你有什么特殊的网络观察？就是这次去的时候，其实有稍微跟 Media 君的内容长 Kobayashi 提了一些事情啦，现在不能说。对，现在不能说。不是我们只是说你日常，不是叫你讲这个啦。好，你说的走在路上的路程观察，路观。好，那我觉得第一个最明显应该是Loop 这件事，就是他们电动滑板车系统。就是最近就是很多人用，那我自己是没有租，但是我发现游客使用量非常多，因为我自己因为有带小朋友关系嘛，如果没有带小朋友移动的话，我会租那个来玩玩看。就台湾的 U-Bike 啊。对啊，它是那个电动滑板车，但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地位上应该是类似的意思。可是它也是厂商自己，但它是有站点的嘛？它是有无框站点的。就是它没有实体的，它车架没有实体的车架，但是它有规定的电子围栏，你必须要停在那个电子围栏。但是那我自己觉得滑板车，我觉得比脚踏车危险啊。这是我的偏见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的确用起来的确是有让我给我这种感觉，因为它那个系统在那边的使用是电动滑板车，因为它不是脚踏车，所以它是纯电动载具，所以它必须只能走公路。它只能在柏油路上面、马路上，它不能走人行道。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机型，是你可以用脚踩的电扶车，那个就可以骑在人行道上面。可是那个滑板车的动力，其实严格说起来是比电扶车还小的，而且看起来看起来更轻薄，被撞感觉很危险，更容易飞。对，更容易飞。所以它的 payment 或者是它但这可能很简单，其实就是 Apple Pay， 但它不用什么身份认证，然后帮你保个保险之类的吗？没有，过去还要考照，现在不用了。但还是要填一些基本就是要有一个那个注册，直接要注册，然后过去还特别需要驾照之类，如果外国人现在不用。对，现在不用。OK， 就是少了驾照这个东西，但是你还是要申请账号跟写一些基本资讯。好，然后payment 的事情，那上个礼拜接口讲过了，就有讲过了嘛。OK， 对啊，正少反少的事情。那不过我要小抱怨一下啦，小抱怨就是之前玉山Wallet跟全支付都说他们也要准备在10月在日本
日本开通，然后10月快过了呢，快过了呢，我等到我回来之前都还没有开，哇，本来都已经想说，不能只写街全支口一家付是全家那一个吗？全支付是全家，好像是好像是我没有人分清，我记得全家全银是全联的，对，全银是全联， OK，全支付是全全家家。 ，OK 对 OK OK，对，不能怪我们嘛。因为听起来真的超。所以后面两者，而且我在去日本，在台湾全部都办好了，然后都有加了一些钱在里面，全部都开通了，结果让我白等，我觉得有点难全过。支付是那你全联，全支付是全啊，对，联全支付全银才是全家。全我们家刚才讲说讲反了，我们讲反了，讲反了，对对不起。 Holy shit！你看，就是好很像很像，很像，好吧，OK，听起来 sorry，很像啊。好，没了没了。好，那就是日本行。那我讲一个我最近跟这个有关的生活科技有关。我最近在 survey 这个升降桌，然后因为我们做这种科技网络业的，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第一个是矽谷，他们就是在讲站立办公。那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有10年之久了。那我也看有非常多的工程师或陆续看到去网络工作人员，他们就是会买这种升降桌。那当然升降桌有分2种嘛，一种是电动的，一种是手动的。那我这一次呢，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好像某一天要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你觉得，毕竟我整天都是坐着，就是我现在睡醒之后呢，就是开始上网，然后就是坐着，然后出门开车坐着，然后到了办公室继续坐着。所以严格来讲，我可能一天里面除了睡觉时间，可能90%都是坐着的。那我现在的想法是，你必须就是交替着这一个，除了少数我有运动的时间之外，我可能大部分都是坐着，所以你必须让你的身体有一些，这不是业配啦，但可能接下来拜托要换一下。那不是我要进入业配，就是如果各位这个不管是这个人体工学或者是电动设计，可以业配我们啊。但是就是一个整天坐着的工作。对，我们那反正我们就是我就想说，那我应该是要买一个这样的桌，但我一直想这件事情想很久，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创业者，起码有2个到3个以上都在做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个是事发突然，我就忽然间上礼拜我就觉得很想做这件事情，我就随便在Facebook 上面就喊了一声，然后接下来的24小时里面就有脸书就打给我大概10家以上在做升降桌的广告，那我就稍微快速的看了2、3家，然后我随便就敲了几个客服，就有一个立刻就回我，哇，然后他隔天就来帮我安装，哇，这么神速哦！然后哇，你的脸书许愿池。然后就装了，那它其实就是我当时间爱料理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买4个桌板，那是 IKEA， 但是我很喜欢一个原木颜色的，然后就一直留到现在，留了大概10几年那个桌板，那我就用那个桌板，就是请他我就买架子，它就是装在那个桌板上面。那有趣的事情是，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价格，提供类似服务的都大概都要1000块到大概在1600左右，这好像是这个市场公定价，就是到你家帮你安装这个价格。那个架子，那个电动升降桌，其实我没有做很多功课了，我就只是觉得我看到我觉得那价格大约莫就落在1万块到1万5左右。那你当然私心就会觉得说，那大概就是越贵的可能 feature 越多，然后可能越复杂，但大概就是1万到1万5中间。然后它又分成什么2节式、3节式，然后就会有人敲我，就有一堆人敲我，然后敲我的有一个是志超就跟我讲说，他之前 survey 很久啊，survey 了很多家，然后 survey 到最后呢，他选了某一家，结果他后来好像不是很满意，因为他发觉坐着它那个高度要至少能够降到60公分，60公分。但是如果要能够降到60公分，其实只有3节式的做得到。那我用到现在呢，我后来买单就是有可以降到60公分。那对我来讲，其实我现在做的做法就是，我可能会站着1个小时，坐着1个小时，我可能连站着都可以打电动嘛，来调整这个姿势。那第二，我觉得那最有用的其实就是因为电动的它能够记忆住你的高度，比如说一般而言，可能我们桌子是75公分高或者是60公分高的，看状况啊，但那就是固定的。
那要么你就是得调自己的椅子，去配合这一个桌子的高度，要么就是你桌子一开始买来的时候，就是为了你的身高，但是不可能的嘛，因为米娅跟 Chris 用的桌子身高明显不太一样，身高明显不一样，然后但桌子是一样，那所以最终大家的调整做法是用椅子来调。但是电动桌的好处是，它就变成说你记住我手刚好放着90度的是，也许是73公分，或者是78公分，或者是我比较习惯可能是稍微再高一点，那它就是记住你下一次调弄上来就是110，下来又回到73，你就会觉得无缝衔接，就不用把它调来调去，它就是很准的调回它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我觉得我觉得最不错的。那当然我太太也说你也不用一直站着你站着也是可以，就是脚动来动去之类，就是你是让你的动作不断的有一些变换，那就会达到目的的。所以这个是我还没有感受到整体的好处啦，因为我实际上我们也去看的文章嘛，它其实不会解决腰痛。原因是因为你就好像你久站着工作，那实际上你的姿势不对，其实它还是会造成腰痛。然后第二个是你站得太久，其实你也会，你以前常听那个什么静脉曲张，对，静脉曲张，这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它其实没有一种很棒的，就理论上不能固定一个姿势太久，不管你是站还是坐。对，所以它不是一个永恒解，但是反正就是你自己得一直去折腾自己，然后才会避免一些问题，这是结论啊。那你说其他什么你站着久一点可以减少卡路里啊，什么工作会比较专心的，就是国外报道是国外的研究报道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没有显著。对，那这个是我做了一些心得，但有些人在我下面留了一些言，然后他们的评测，我觉得蛮厉害的，写了无敌肉肉的，那蛮厉害的，真是蛮厉害的。对，那你接下来该不要买那个脚踏板？我没有，我不会买那个东西，我不会买那个东西。活动一下你的脚。不是你这样子椅子拉回来，你还要把那脚踏板踢开，然后又要干嘛？那个又是一个折腾自己的事情。脚踏板就放桌下，你站起来就往后一站，这样。应该是不会，因为那我干脆就买个那种就是阶梯，然后我就用踏的。踏，对啊，那就真的会消耗卡路里了吧？然后也不会站着不动。好像不会那么明显，这也是不明显的事情之一。但 anyway， 这个是在实际生活这边用到的东西。过去1个礼拜的酷玩意。然后我还玩一个，有一个是AI 生成影片。当然大家都知道，之前可能我1月的时候就已经玩过一个叫 DID 的，就是你把 Midjourney 的图进去，然后人就开始讲话的。那前阵子其实有一个叫 HeyGen 其实是现在另外一个也是大家用的非常多的，就是你一样可以把你过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影片丢进去，然后它就可以学习之后，它就变成是你打字进去，然后它就可以吐出用我的声音，我的影像，然后可以吐出画面来，然后会些微动，然后会眨眼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而且支援中文。现在大部分其实，比如说我们之前常常讲这 Eleven Labs，它 clone 的声音，它现在也支援中文了。而且它只要你大概几分钟的片段，只需要几分钟的声音片段，它就可以学了大概70%像吧。你听中文还是怪怪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估计在过可能半年到1年内，他们就有办法把音色，只要有讲华文的人就可以听得出来说，这可能还是不够对。那但是在某个时间点，我觉得这些国外的东西都可以调到对了。所以这些都是急剧在进展的东西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好的，我们科技产品分享完了，我们时间也是有点超时了。那我先来公布一下对耶，本周抽奖的奖品。OK， 哇哦，本周不错，本周不错。那你在代表之前的，你在考谁哪一？你是在考谁哪一个？终于是这个了。哇，今天有福了啊！今天这个奖项是我认为非常优秀的，真的。对，你也推荐？我已经是蛮炫炮的啦。对，那有点尺度才能够拿得出去。也还好啦，如果你只要不让它发光，它也很实用啊。乍看之下是一个普通的电脑包，但是它其实不是普通的电脑包，它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呢？它可以发光，但它现在应该没办法。
应该没电了。它是有个 LED 啦，不是发光，不是发光了。LED 不会发光吗？不是，它主要目的不是发光啊，就是它这一块呢，它其实是硬的，就是如果大家听得到声音的话 ，ASMR， 然后所以它在背包背面，这算背包的背面还是背包的正面？总之就是那一块很露出来很大块的面积呢，它这有块板子，那板子上面有镶嵌 LED， 所以它会显示你可以设定的图案。对。然后它就会在那边跑马灯，等于说你背包背在身上，它后面就会有个很酷的 LED 图案在那边显示。它是用手机控制吗？设计？我们还没用过，这是新的。哦，全新的啊，这是新的，没有拆过。那不是总是有一个什么说明书之类，不知道。我们刚才打开。Anyway， 我们刚才打开这东西，但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就是可以制定图案，然后打在这个你的背包上面，所以你可以在后面就是比个中指啊，然后跟大家说嗨啊，然后说家里中间有困难，欢迎捐钱给我之类的。对啊，可以接个广告啊，就说我走在路上帮你打广告啊，直接Line Pay 或者是接口分。对，哦，弄个 QR code 在上面啊，扫我。OK。对，就不用像陈志浩一样竞走中奖，还要拿一个纸本的 QR code。你是在酸自己学长？现在是很低科技啊。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高科技的 LED 背包，对，要抽出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什么？要留什么烟呢？要留什么烟？背包会发亮。不要。我们就跟节目有关。老黄逛夜市好了。好。老黄逛夜市。然后今天的通关密语是老黄逛夜市。请大家在这个收播之后产生的影片下面留言老黄逛夜市。那就可以抽这一个 LED 自定图案的包包咯。对，在我们 Inside YouTube 频道找到本篇塞掐第180集的直播存档影片底下进行一个留言的动作。那留言的内容是老黄逛夜市。好，那我们就会抽出这个超酷炫的 LED 包包。对，那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就是请他们一起来抽，增加你们的这个中奖几率。然后所以我们一样，这每周的周三12点45，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直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记得准时锁定哦，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